我时间不多了，这件事我想了千万遍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您。所以你就说吧。这是真的。对不起爸，媳妇不孝，最后还是要您伤心。凯德 ，stop， sto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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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弄伤你自己吗？受伤是受伤，反正身体是我的，要怎么使用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不是这5部的精神吗？我要你展现的，是一个被禁锢的灵魂，终于冲破了重重的障碍，得以自由自在的感觉。不过你现在呢？我只看到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灵魂，不断在伤害自己。凯德，我知道不容易，甚至很痛苦。不过我想要你专心的去感觉，去听你内在的声音。只要你能够真正的和自己对话，你一定能够完成这支舞的。以后练习的时候，我要你把自己录下来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
你们在干嘛？这些全家福都黄了。我跟你爸说过要拍一张新的全家福，你爸也同意了。你和我爸的合照，你爱拍几张我都不想管，但是这已经是我妈留在家最后一点痕迹，你都想拿掉，到底有什么居心？凯婷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看这些照片都旧了，可以叫人来整理一下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爱就是一张相片，你跟长辈大呼小叫什么？爷爷才刚走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把照片换掉，还真的是做长辈的榜样。烦了，你是在说我不孝是不是？啊？老公，是误会。凯婷，你爸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想让大家能换换心情。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，在家里，你有我爸一个忠实观众就够了。金凯婷，你什么态度？给我站着，跟你阿姨道歉。老公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司未来的老板？我告诉你吧，金堂的股东们只认我这个董事长。况且，我还是你父亲，是这个家的主人，我不允许你在这个家撒野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金堂未来合法的继承人，那我们家传的改阳秘方在哪？改阳秘方是妈妈研发出来的。当她走后，秘方一直都是爷爷保管着，不在我这里。爷爷居然会让你来继承金堂，怎么可能没有把这个秘方也交给你呢？我跟你一样，是当天才看到遗嘱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？爷爷怎么可能没有跟你讲遗嘱的内容呢？我都不知道这几年你暗地里是怎么说动爷爷把公司交给你。爷爷从来不会任人摆布，他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是说，爷爷觉得我没有资格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吧？这么多年来，在爷爷的默许下，我一直帮 Uncle Alan 分析营运资料，做出策略建议。你不也都知道？难道让我接管金堂有那么不合理吗？青叔，你在击败家人啊？爷爷，一路走好。你说这些东西真的会到他们手上吗？你信，就会收到。人生在世，每天都争权夺利。要是死后还要等亲人烧钱让他们过日子，这样也太没意思了。你想退出？你也知道我爸的个性，就算我不想辜负我爷爷对我的期望，那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争下去有什么意义。有时我在想，要是凯德可以接手的话，
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。但是我知道，凯德从来都不想参与公司的事。不管你想不想参与，都要小心。你要小心，你呢？为那个不简单。Hello， 我是金凯德，今年24岁，刚大学毕业，念的是金融管理，成绩普通，但我爸要我去美国读 master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厉害，但我真的想去吗？我曾经非常想去，但不是去念书。我的梦想是跳舞，还有自由自在的做自己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等你一起上班。我什么时候请了保镖？你刚出车祸，现在又遇到有人来店里纵火，凡事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有我在比较安全啊。别担心，我会照顾自己。就当做你陪我了。最近家里乌烟瘴气的，要是大家都能像我们这样相处愉快就好了。你对爷爷的遗嘱有什么想法吗？那是爷爷的决定，我没有意见。你呢？我当然想尊重爷爷，可是我也是要顾虑到你爸的感受，对吗？爷爷不会随便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的啊。也许爸也应该想一下，为什么爷爷会这么做。我不是要站在你爸那边，只是现在你爸和你姐闹得这么僵，也许只有你才能化解他们的矛盾。
相信，如果是你出面接手，你爸你姐不会有意见的。虽然你对公司的事没什么兴趣，但接了下来，之后再做打算，你可以啊。无论他做什么，都给我记录下来，然后再向我报告。记着，不要跟丢了，也不要像那晚这样被人家发现了。记得不要打电话给我，我会联络你的。进来。你终于肯来了。去找了 Uncle Allen 吗？怎么了？爸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努力经营公司，其实也辛苦了大半辈子。是啊，打从我们家的老店开张到现在啊，都已经40年了，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。人生有几个40年啊？以后就要靠你把金堂这块招牌给继续传承下去。其实，那个人不应该是我。爷爷一定也是知道，所以才决定把手里的股份交给姐姐。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们都接受爷爷的安排，让姐正式接手金堂，你也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多陪陪婉玲阿姨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还以为你决定了，可以来公司好好的学习怎么样管理。原来你是来为你姐做说客来的，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不是，姐从来不会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。爸，你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除了性别以外，姐姐各方面都比我更适合接班。别说了，没出息。这些年来我苦心的栽培你啊，全白费了。如果爷爷真的把公司留给我，难道你就能接受吗？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金堂以后都是你的，我当然会把股份交给你。如果我不是你儿子就好了。动作快一点，老板快回来了。哦。这些包装盒记得把它包好，拿去丢掉。好的，好的。董事长，这个新闻你应该看一下。知名的金堂咖啡最近适逢多事之秋。不久前，创始人金伟明在公园意外心脏病发过世，外界纷纷猜测会由谁接班。现在有消息指出，
金伟明将他所有的金堂咖啡股份全部留给了孙女金凯婷，而非现任的金堂董事长金有福。据悉，金伟明过世当天，他的孙女金凯婷也在附近发生车祸意外。前天凌晨，金堂咖啡创始店更疑似遭人纵火。目前案件仍由警方侦办中。于金伟明先生的遗嘱内容则尚未获得金堂咖啡证实。你看到新闻了吧？新闻出来，时间就越来越紧急，你还要等什么啊？我们是同一条船的，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。现在外界传言你的爷爷把公司交给你，是真的吗？你不用本名在这里工作，是不是怕人发现你是金堂的第3代啊？你是稍微不好意思，他不能接受访问。你是谁啊？我是金小姐的主管，公司有规定，员工不能私下接受访问。如果您想采访，请联络我们的公关部门，他们会处理的。她又不是普通的员工，她不是你们公司的大小姐吗？真的很抱歉，你也是帮人家打工的，就不要为难我们了啊。可是金没有小，可是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有几个请你离开问题啊，你干嘛啦？你不要推我啊！我要报警啦！凯婷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还以为我看到认识的人，结果不是。我看你还是在家里休息多几天吧，反正你还有这么多假期。这几天应该会有越来越多媒体上门找你。也好。干嘛？我以为你这个工作狂肯定会拒绝我。谢谢你。金董事长，您今天找我来，不知道对遗嘱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你也知道，这个遗嘱跟我们家还有公司都有关系。我要确定我父亲在设立这个遗嘱的时候的健康的状态。当然，我完全理解。金老先生的健康状态，当时是由他的主治医师 Dr. Ho 确认过后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另外2位证人。是的，法律方面你是专家，不过我就是很好奇，你本身处理那么多的案件，难道就没有发生过遗嘱失效的案例吗？当然有。如果有证据显示遗嘱曾被篡改，或者是遗嘱的内容违反法律，再不然，如果有多过一份合法的遗嘱，那就可能让我父亲的遗嘱没有这些问题。不过像这样几乎没有瑕疵的遗嘱，难道就一定都能够顺利执行吗？潘律师，你是我很敬重的律师，不过家父毕竟已经走了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们以后还是能够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的，不是吗？其实，如果遗嘱上的
受益人自愿或者因为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而必须放弃继承，这份遗嘱就等于失效了，那就会以现行的遗产分配顺序来进行。不可抗力，这通常是指一些意外，最常见的是突发疾病或者遭遇意外之类事故的。不过，如果是人为造成的意外，当然那是另当别论。原来如此，我今天真的是上了一课，谢谢你，谭律师。谢谢，我一定会尽我的本分，执行您父亲的遗嘱。阿晴，你在我们家开车有多少年了？23年。这么久了。那些年，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我也太为难你了。就算我真的是做的不好，你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。但你说我爸是不是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才把公司留给凯婷？从小到大，我在爸的眼里永远比不过有才。后来就算哥走了，他还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。现在他也走了，他还是要留下一张遗嘱，清楚明白地告诉我，我始终不是他心里那个合格的接班人。我刚刚说的那些都忘了吧，不要放在心上。
这是我花大半天熬的补汤，加了黄芪、枸杞、红枣，还放了鲍鱼。多喝点，这段期间你太累了，要好好补补气。老公，在想什么啊？我们要是早一点认识，我就可以早一点娶你进门，那就好。现在也不算很迟啊。海婷啊和凯德啊都令我很失望。我倒是一直很希望你能够为我生一个儿子，最好个性呢要像你一样，让我不用那么操心。那我们就多努力点喽。凯德今天到公司，虽然他惹我生气，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情：我太过专注于我的业务，冷落了你。等我把最近的事情给处理好了，我一定天天陪着你，好吗？当然好，老公。来，我们吃吧。来，凯婷啊！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根据目击者指出，你和金伟明先生当天就是在这里聊天。当时看到你们的是一对情侣。那他们有说我和爷爷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吗？没有，只说你们聊了大概10几分钟后，你就先离开了。那我爷爷呢？他继续留在这里，坐了半个小时左右。那位男生说，他立刻跑去求救，但是救护车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杨警官，你能不能陪我去我出车祸的现场一下？这个地点距离刚才那边，如果走过来的话，大概5分钟左右。当时看到我的人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吗？那位先生说，他刚好在附近运动，远远听到刹车声，就赶过来看看。到了这里，他只看到你受伤，躺在地上，但是他没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喂，不是说好一起来吗？怎么不等我？刚刚杨警官说有空，我就赶过来了，抱歉。有没有想起什么？都是一些片段，
根本拼凑不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爷爷一个人留在那里，还是他自己想要独处。总之，我现在的记忆就好像一团迷雾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意外。先别想太多啦，慢慢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一听到你的留言，就马上跟公司请了2天假，打算跟你一起找线索，够意思吧？你是自己不想上班吧？拿我当偷懒的借口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千万被你发现。走吧，我们去喝咖啡。喂，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问你才对吧？为什么要跟踪我们？谁跟踪你？我都不懂你们在讲什么。你刚才一路跟我们回来这里，还在这边等那么久，不要跟我说是巧合啊！这条路是你们的，在这里停车休息，不可以吗？我是犯了什么法？那天纵火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要乱说话哦！那天去咖啡店放火的人不是我。我们都没说是咖啡店，你怎么知道？反正那不干我的事。神经病，走开！有话好好说，不要乱来。你要好好说什么？说啊，是谁派你去店里纵火，还要跟踪我们？你说啊！不要冲动。那你说不说？好，我说。我承认我有跟踪，但我真的没有放火。那天去放火的是别人，我有看到他。你再不说实话，你信不信我开枪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天放火的人，你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叫！妈的！竟然拿假枪来吓人！真倒霉，碰上一群疯子！你们全家都是疯子！叫！不要追了！凯婷，我想起来了，蒙面精。所以当时那台车是故意要撞你的。我记得有人拉着我，我才不会被车撞到，而是撞到旁边的硬物才昏过去。但警察说，发现我被撞的人根本没有看到我是怎么出事的。那关于爷爷的部分，你有回想起什么吗？都是一些零碎片段。我记得他要我小心，但是又想不起来他要我小心什么。会不会是你爷爷知道有人要伤害你，所以提醒你要你小心一点？可能是你们家曾经跟谁结冤。我爷爷最相信和气生财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跟谁大声说话。对啊，只会跟爷爷闹不愉快的，大概就是我爸。我记得爷爷有一些旧文件在储藏室里，
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你动作太慢，那天遗嘱宣布完，爸就把爷爷的东西都搬进主卧室了。很正常，他一定是想要知道为什么爷爷把公司留给我，或者是我到底是怎么骗爷爷把公司留给我。真倒霉，碰上一群疯子！你们全家都是疯子！你在做什么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又在看爸的东西啦？我爸就是有这个习惯，会把重要的约会呢，还是事件写在行事历上。看一看，就好像有些时光又重新来过似的。好，迟了，早点睡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出去了，什么叫我把事情搞成这样？你也不想想，我做这些是为了谁？